每个人每天都要睡觉，但你知道吗？一个不起眼的睡姿选择，可能正悄悄让你的身体加速老化。有人说，长期采取错误的睡姿，会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老上10岁。左侧卧还是右侧卧，看似只是翻个身，效果却大不相同。就拿身边的例子来说吧，我的2位朋友阿明和阿豪今年都35岁。阿明平时很注意睡觉习惯，他喜欢侧睡，但左右两边交替，枕头高度适中。阿豪则不以为然，每晚趴着睡，枕头垫得高高的。他们年轻时差不多一样帅气，但如今10多年过去了，阿明依然精神抖擞，腰板笔直，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皱纹。反观阿豪，才30多岁就经常喊腰酸背痛，脖子也转不太灵活，脸上的法令纹和鱼尾纹很深，看起来竟像比同龄人老了好几岁。每当聚会时，阿豪总羡慕地问阿明保养秘诀是什么。阿明笑着说，哪有什么秘诀，只不过是每天睡觉老老实实罢了。如果选错了姿势，不仅可能让脸上增添皱纹，甚至还会加快脊椎的退化速度。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更惊人的是，据说有90%的人都睡错了。为什么睡个觉也有这么多讲究？难道我们每天夜里闭上眼休息的时候，身体正在悄悄变老变形吗？今天我们就从头到脚深入来聊聊睡姿对健康的影响。或许今晚你躺下时，会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睡觉姿势了。我们一生中有将近1/3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换句话说，如果你现在30岁，其中差不多有10年时间是在睡梦中。不论你睡着时保持什么姿势，那个姿势累积下来的时间都非常惊人。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每天睡8个小时，且总是以不良姿势入睡，那么1年下来，他的身体有近2900个小时处于不良状态，10年就是接近29000个小时。如此长时间的慢性影响，难怪睡姿不当会岁月催人老，对容貌和健康产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可是遗憾的是，许多人平时只关注日间的站姿、坐姿，却往往忽略了睡觉时的姿势。那么，错误的睡姿究竟会带来哪些伤害呢？让我们从最明显的变老迹象说起。绝大多数人在睡眠中都会以侧卧为主姿势。一项观察发现，人平均有约 65% 的睡眠时间是在侧睡，30%时间仰躺，只有大约 5% 的时间是趴睡的。这意味着我们大部分夜里脸部都会有一侧贴在枕头上。而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就从这里悄悄产生了。你是否早上醒来时发现脸上印着被子或枕头的压痕？有时那些压痕一会儿就消失了，但长年累月下来，情况可能没那么简单。医生们早就注意到一种叫做睡眠皱纹的现象，这是在睡觉时因为面部长时间受到挤压而形成的皱纹，也有人称它为睡纹。1987年，有皮肤科医生首次在学术报告中描述了这种睡眠导致的皱纹，发现有些人的脸上出现了与表情无关和年龄不相称的纹路，罪魁祸首正是他们常年保持的睡姿。当我们侧卧或者趴着睡时，脸部的一侧长时间贴着枕头，皮肤遭受持续的挤压和拉扯。年轻时皮肤饱满有弹性，早上起床那些压出的细纹可能很快就回弹消失，但随着年龄增长，胶原蛋白流失，皮肤弹性变差，这些睡纹就会慢慢定型，从短暂变成永久。特别是如果你总是习惯朝同一侧睡，那么面部两边受到的压力常年失衡，很可能导致两边脸的老化速度不一致。一些整形医生表示，他们能从病人脸上的细纹分布看出对方习惯朝哪一边侧睡。习惯左侧卧的人，左脸颊和左眼周常常皱纹更明显，左侧法令纹，也就是鼻唇沟也可能更深。而长期右侧卧的人则相反，这种差异累积下来，就会让一侧脸看起来比另一侧更显老。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从年轻起就总是用同一侧脸贴着枕头睡，那么到中年时，他脸上的皱纹可能比同龄人大大增加，看上去老态毕现。这就是为什么错误的睡姿会偷走你的青春容颜。所谓比同龄人老10岁，并非耸人听闻。假如你的脸因睡姿不当多出了许多皱纹，别人看起来确实会感觉你老了许多。相反地，
如果有人到了40-50岁还保持着比同龄人更少的皱纹，也许除了遗传和保养，他们恰巧养成了好的睡姿习惯也说不定呢。那么有没有办法避免睡眠皱纹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减少脸和枕头的摩擦与挤压。有人建议尽量采用仰卧的睡姿，让脸朝上，不贴着枕头睡。仰躺时，脸部皮肤不会被枕头压出折痕，自然就不会产生睡纹。此外，也有美容专家推荐使用柔软光滑的蚕丝枕套或专门设计的防皱枕头，目的也是减少皮肤与枕头布料间的摩擦力。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习惯了侧睡才觉得踏实，有的人甚至不侧睡就睡不着。因此，我们还是得从自身睡姿的选择上来下功夫。既然侧睡容易长皱纹，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一味追求仰睡呢？先别急，下面我们再看看睡姿对身体其他部分的影响。除了皱纹，睡姿对身体更深层的影响莫过于对骨骼和脊椎的伤害了。你知道吗？腰酸背痛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烦恼。统计显示，大约 80% 的人一生中至少曾遭遇过下背痛，而现代人的颈椎毛病也越来越普遍，并趋于年轻化。许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早上起床时觉得颈部僵硬，肩背酸痛，仿佛睡了一觉反而更累了。这往往就是睡姿不当在向你抗议。长期维持错误的姿势睡觉，会给脊柱带来慢性的压力和扭曲，时间一长，脊椎的退化速度就可能加快，年纪轻轻就出现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我们的脊柱从侧面看有着天然的 S 型弯曲，这种生理弧度可以缓冲震动，支撑身体。在站立和坐着时，我们常被提醒要保持正确姿势，以免脊椎受力不均。然而在睡眠中，很多人却忽视了脊柱的对齐。如果睡姿不对，脊柱长时间处于弯折或扭转的姿态，肌肉和韧带得不到休息，反而被绷紧拉扯，椎间盘也可能受压。举个例子，喜欢趴着睡的人，颈部通常被迫严重扭向一侧，腰椎也因为腹部朝下而过度前凸，好比一直拱着腰在睡。这种姿势下，颈椎和腰椎的压力最大。难怪有骨科医生形容，趴睡对颈腰椎的伤害犹如让脖子和腰持续承受不自然的扭曲，久而久之可能加速颈椎蜕变，诱发椎间盘突出或神经压迫症状。试想让一个清醒的人把脖子强行扭向一边，腰背反弓，连续保持几个小时，那简直是一种折磨。而趴睡时，你在无意识中对自己做了同样的事，难怪醒来后颈腰不适，常年下来积劳成疾。即使是侧卧睡，如果姿势没有调整好，也可能埋下隐患。很多人侧睡时，整个身体习惯往前蜷曲，变成所谓侧趴睡，上半身前倾，脸朝下，其实已经接近半趴姿势。这会导致颈部和下背部扭转，加重脊椎负荷。还有一些人侧睡时，上侧的腿随意往前跨在床上，造成腰部扭转，骨盆也跟着旋转，这样整条脊柱就处于扭曲状态。一夜睡下来，腰背怎能不酸痛呢？长此以往，脊椎的小关节面受到不对称的挤压摩擦，也可能更快磨损退化。除了姿势，枕头和床垫的选择对脊椎健康也至关重要。如果枕头高度不合适，无论仰卧还是侧卧，颈椎都无法保持中立位。比如枕头太高，仰卧时头部被推前，下巴内收，颈椎过度前曲；侧卧时头部向一侧倾斜，脖子弯成一个不自然的角度。枕头太低则相反，仰卧时头部后仰，侧卧时头下沉，同样让颈椎歪曲。长期如此，颈椎周围的韧带、肌肉都可能因慢性劳损而发炎变性，甚至出现骨刺。许多年轻上班族早早就罹患颈椎病，除了白天久坐低头玩手机，睡眠时枕头不当、睡姿不良也是帮凶之一。很多人都有早上醒来发现脖子又酸又僵，转头困难的经历，这就是俗称的落枕。落枕其实多半是因为睡姿不良或枕头高度不对，让颈部肌肉和软组织在夜里受到过度牵拉压迫，而引发急性痉挛疼痛。可见睡姿与枕头不当不仅会造成长期退化，还可能带来这样的急性小意外。有意思的是，我们的身体其实很聪明，会在睡梦中自我调节。
避免一处地方受压过久。研究显示，人每晚睡觉时平均会自行改变睡姿20次左右。有时你半夜翻身，其实就是因为某个部位受压时间太长，大脑自动让身体换个姿势，以回复该处的血液循环。所以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整晚固定成一个姿势不动，这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然而，如果入睡姿势本身就很糟糕，比如剧烈扭曲的脖子或背部，那即使翻来覆去，一晚上还是都在让脊椎吃苦头。而且不良睡姿还会影响睡眠品质，姿势不舒适，身体就会频繁翻身，深睡眠时间缩短，第二天起来难免疲惫。反过来说，找到一个正确舒适的睡姿，反而有助于减少翻身次数，提高睡眠质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视睡姿的原因之一。谈到侧睡，不少人都有一个疑问，左侧卧好还是右侧卧好？民间说法众说纷纭，有人说左侧睡会压着心脏不利健康，也有人说右侧睡会压迫肝脏或使胃酸逆流。那么真相如何呢？其实对于一般健康人来说，左睡右睡差别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剧烈。心脏并不会因为你朝左边睡就被压坏，心脏位于胸腔内，有肋骨含胸骨牢牢保护，旁边还有肺组织含心包膜缓冲。一个正常人的心脏没那么脆弱，不至于因左侧躺而受压受伤。所以年轻健康的人左侧卧并不会直接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实际上，许多人一辈子喜欢朝左侧睡，也没见谁的心脏因此睡坏了。不过，对于已经有严重心脏衰竭或心功能不全的病人，情况就不一样了。很多心衰患者在睡觉时会本能地避免左侧卧，因为左侧躺可能让他们感到胸闷、呼吸不顺，这是由于心脏病患者的心脏扩大无力，左侧卧时心脏位置变动可能加重不适。因此，医生通常建议心脏不好的人优先采用右侧卧位睡眠。对这些人来说，右侧卧能让心脏处于较为轻松的位置，或许还能减轻肺部淤血的程度。简而言之，心脏有问题的人最好睡右边，而心脏健康的人左边右边其实差异不大，可以依个人舒适度选择。那么右侧睡就没有坏处吗？对大多数人而言，右侧卧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睡姿选择，尤其对心脏而言较为友好。甚至有医师表示，右侧卧时肝脏位于上方，不受挤压，有利于肝脏的血流和体内毒素的代谢。这听起来颇有道理，人的肝脏大部分位于身体右侧，如果向左侧睡，巨大的肝脏可能下垂压向胃部和其他器官，而向右侧睡时，肝脏反而高高在上，减少了对周围器官的压迫。不过，这方面的影响比较微妙，和心脏一样，健康人的肝脏也不是那么容易睡出毛病的。但右侧卧的另一个优势是，有研究发现，习惯睡在右侧的人平均睡眠品质稍好一些。一项美国的调查指出，那些习惯向右侧睡且翻身次数较少的人，往往报告更高的睡眠质量，他们入睡更快，深睡时间更长。这或许是因为右侧卧时心脏负担较小，身体更放松所致。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这只是统计上的趋势，并非绝对规则。反过来看，左侧卧有什么好处呢？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对消化系统和胃食管反流，也就是胃酸逆流，患者特别有利。如果你曾经夜里躺下后感到烧心，那么很可能是胃酸往上窜了。医生建议胃食道逆流的人采取左侧卧睡姿，因为胃的位置在左边，左侧卧时胃部低于食管，胃酸不容易流回食管，而右侧卧时胃处于上方，更容易发生反流。一些研究显示，左侧卧睡能显著减少夜间胃酸逆流的次数和严重程度。除了胃酸，左侧睡对肠道排便也有帮助。大肠在腹腔内呈现一个倒 U 型，其中降结肠在左侧。左侧卧有助于食物残渣顺着结肠往下降，第二天早上更容易排便。因此，某些肠胃科医师会建议便秘的人试试左侧睡眠，看是否有助肠蠕动。还有孕妇往往也被建议左侧卧，这是因为孕晚期的子宫变大后，仰卧或右卧可能压迫位于脊柱右侧的下腔静脉，从而影响母体回心血流和胎儿供氧。
而左侧卧可以避免子宫压迫大血管，保证胎儿得到充分血液供应。因此，左侧卧被公认为孕妇的最佳睡姿。有趣的是，对于脑部健康而言，侧睡姿势不管左边还是右边，似乎都是演化上对我们有利的一种睡眠方式。2015年，一项针对实验动物的研究发现，当老鼠处于侧卧睡姿时，大脑中清除废物的效率最高。科学家们观察到，睡觉时大脑会启动所谓葡萄糖淋巴系统，将代谢废物，包括一些对大脑有害的蛋白质清除，而这一过程在侧卧姿势下进行得最为顺畅。相比之下，仰卧或俯卧时，大脑的排污效率略差一些。研究者推测，人类偏爱侧睡或许不是偶然，而是演化选择的结果。侧睡有利于大脑在睡眠中排毒，长远来看有助降低神经退行性疾病风险。这项发现耐人寻味，也就是说，不管左侧还是右侧，只要是侧睡，都可能比平躺或趴睡更有利于保持大脑年轻健康。也许我们的祖先数万年来习惯蜷伏着侧睡，就是身体为了更好的洗涤大脑而做出的智慧选择。综合来看，左侧卧和右侧卧各有其适用场合和优势。左侧卧能减少胃酸逆流，适合胃食管酸痛者和孕妇；右侧卧则让心脏更舒服，可能有助提升睡眠品质，也更适合有心脏病的人。而对一般人而言，无论朝哪边，正确的侧卧姿势是让脊柱保持平直，不要蜷缩扭曲，都是健康睡眠的良好姿势。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医学禁忌，可以根据自己感觉选择左或右，或者干脆两边轮流睡，减少单侧受压的时间。不过要提醒一点，长期固定压着一侧身体睡觉，有时也会带来一些局部问题。比如有些女性如果总是同一侧朝下睡觉，长年累月可能造成两侧乳房受力不均，出现轻微的松弛差异。又或者有些人发现经常侧睡那一侧的肩膀容易酸痛，这都是单侧压力累积的结果。因此，适当变换左右侧，可以让身体各部分受力更均衡，不至于某一侧长期超负荷。我们再来说说仰卧和俯卧这两种极端的睡姿。仰卧也就是平躺，仰面朝天睡。很多瑜伽课程会教人以仰卧姿势放松，全身呈大字形平躺，因为这种姿势下身体各部位均匀受力，脊柱可以自然放松伸展。仰卧的好处是减轻了背部和颈部的压力，避免了侧睡时身体一侧压迫床面的不平衡。对于有颈肩痛或腰痛的人，仰卧常被推荐为一种减压姿势。如果枕头高度合适，仰卧能保持头颈与身体在一直线上，颈椎贴合枕头的弧度，使肌肉得以放松。此外，仰卧时脸部朝上也不会产生我们前面提到的睡眠皱纹。对爱美的人士来说，这点十分诱人。可以说，仰卧睡姿对脊椎和皮肤都是相对友好的。然而，仰卧的坏处也很明显，那就是对呼吸道的影响。很多打鼾的人一仰卧就鼾声大作，这是因为平躺时舌头和软腭在重力作用下向后坠，容易堵住咽喉气道，引起呼吸不畅，甚至睡眠呼吸中止。体型肥胖者、脖子粗短的人以及小朋友扁桃体肥大的都不适合平躺睡觉，否则很容易出现气道半阻塞，导致夜间反复憋气缺氧，对健康非常不利。对这类人群，医生会建议改为侧睡，减少舌根后坠。不少枕边人其实早就掌握了这个要诀，当伴侣开始打鼾时，只要轻轻推他一把，让他换成侧躺，很快鼾声就会减弱，甚至停止，双方都能睡得安稳一些。有人为了防止自己仰卧，甚至在睡衣后背缝上一颗网球，让自己一翻成仰卧就被迫醒来，这也是无奈但有效的矫正方法之一。至于俯卧，也就是趴着睡，则被普遍认为是对成人而言最不健康的睡姿。前面已经详细说了，趴睡会导致颈椎极度扭转，腰椎过度受压，而且整个身体胸腹部贴床，胸廓难以扩张，呼吸也变得不顺畅。有人形容趴睡时身体像被人从上方压住一样，难怪很多人趴着睡，一觉醒来反而觉得疲累酸痛。趴睡还有一些不易察觉的坏处，比如面部朝下时，眼球长时间受到枕头的压力，可能影响眼压，
有些青少年长期趴睡，甚至被发现眼睛散光度数加深，可能就与睡姿有关。此外，趴睡时手臂往往要枕在头下方，时间久了手麻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俯卧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对某些特定情况，比如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患者，医生会让他们尝试俯卧位睡眠，以利用重力让舌头向前坠，反而保持气道通畅。一些重症肺病患者在医院中也被安排采用俯卧位来改善肺部通气功能。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时，许多重症患者在加护病房中被采用俯卧位治疗，以改善肺部换气功能。所以趴睡有时是一种辅助医疗姿势，但对普通健康人来说，还是不建议经常这样睡。如果你实在喜欢趴睡，也务必选用非常柔软低矮的枕头，并尽量将头部侧向一边，保持呼吸畅通。知道了各种睡姿的利弊，最后我们来谈谈如何选择和调整出正确的睡姿。其实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没有一刀切的最佳姿势，但有几个原则可以遵循。第一，无论仰卧还是侧卧，都要尽量让脊椎保持在一条直线上，不要扭曲弯折。侧睡时可以在双膝之间夹一个枕头，防止上面的腿往前跌落，扭转骨盆。仰睡时可在膝盖下垫一个小枕垫，使腰椎紧贴床面。而如果你非得趴睡不可，可以在髋部下方垫个薄枕头，减轻腰部压力。第二，选择合适的枕头和床垫，枕头要柔软且有支撑力，高度以头颈保持中立为准。侧卧者的枕头通常需要比仰卧时更高一些，以填充肩膀和脖子之间的空隙，让头部不下沉。也可以选择颈部有弧度支撑的记忆枕，使颈椎自然贴合。不过可别误会成高枕无忧，枕头并非越高越好。古人这句谚语指的是心境无忧的睡得安稳，但从生理上讲，如果真把枕头垫得高高的，人躺下时下巴被迫朝胸口收缩，一整夜头颈弯曲，别说无忧了，醒来多半颈肩僵硬，长期高枕睡觉更可能触发颈椎劳损和落枕。床垫则不宜太软或太硬，太软会像吊床般陷下去，脊柱严重弯曲变形；太硬看似把身体挺直，实则压得肩胛和臀部生疼，腰椎反而悬空无支撑。老一辈有人喜欢睡硬板床，认为硬床能矫正腰背，但其实过硬的床缺乏贴合度，侧睡时肩膀和髋部承受全部重量，既压痛了又让腰部悬着。平躺时只有后脑勺、肩胛骨、臀部和脚跟几处点状着力，背部曲线无法贴合床面，一样难以放松。反过来，过软的床垫虽然一躺上去觉得柔软包裹，但全身深陷，脊柱变成拱形，同样不好。真正适合的床垫应当能依照你的体型分散压力，同时支撑住脊柱该支撑的部分。一般来说，侧睡的人可以选择稍微软一些的床垫，或者在床面加一层柔软的垫背，让肩膀和臀部适度下沉，而腰侧仍然贴着床有支撑。仰睡的人则可选择偏硬一些的床垫，保证平躺时背部不凹陷。无论何种睡姿，一张床好不好，躺下去试试，感觉即可。如果觉得哪个部位被硌得疼，或者哪个部位悬空，没受到支托，就说明软硬需要调整。第三，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选择合适的侧睡方向。如果有胃酸逆流困扰或正处于孕期，优先左侧卧。如果有心脏问题或单纯想追求更高的睡眠品质，可以多尝试右侧卧，但也不必过于拘泥。一晚睡眠中，你完全可以左右侧交替，减少单侧受力。第四，注意四肢摆放放松。侧卧时不要把手臂压在身体下，而应自然放在身前，避免手麻。仰卧时手脚略微分开，呈大字形，让肌肉得到充分伸展，整个人完全放松。中国古代医学家孙思邈在1000多年前就描述过一种健康睡姿，如狮子卧，说的其实就是一种理想的侧卧姿势。右侧卧时，身体微微前倾，右腿伸直，左腿屈曲搭在右腿上，两膝之间夹一个软垫，右手掌心向上自然伸放在枕边，左手轻轻搭在身体前方，如同狮子侧躺的姿态。这个姿势可以让全身骨骼舒展且脏腑不受挤压，被历代养生家推崇。
现代我们不一定非睡右侧不可，但孙思邈强调的侧卧时身体略前倾，四肢有支撑放松的要点，至今仍值得借鉴。另外，很多上班族和学生在白天会选择趴在桌子上午睡一会儿，这种趴桌睡虽然方便，但其实对身体极为不友好。长时间维持头枕在手臂上，脸朝下的姿势会导致颈椎过度前屈，压迫颈部血管神经，同时还会让眼球受到挤压。难怪不少人午觉趴睡醒来会觉得脖子僵硬，手臂麻木，有些人甚至出现短暂的视力模糊或眼睛酸胀。为了健康，最好能避免长时间趴着睡。如果环境许可，午休时不妨躺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或准备 U 型枕等辅助，在椅子上稍微后仰休息，而不是趴在办公桌上。如果只能趴着睡，也建议控制时间在20分钟以内，仅做短暂小憩。睡醒后别忘了做些伸展运动，活动一下脖子肩膀，让血液循环恢复正常。最后强调一点，不要企图在睡觉时强行保持某个固定姿势不变。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的身体会自动翻身调整，以避免局部压力过大。因此，与其整夜紧张地提醒自己不许动，不如在入睡时把姿势调整到最佳，放松入眠之后就让身体顺其自然。睡姿没有绝对完美，但有适合你当下状态的最佳姿势。试着体察自己睡醒后的感觉，哪种姿势让你第二天精神饱满，颈背不痛，哪种姿势则让你腰酸脸肿，身体会给出答案。根据这些信号不断微调，你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睡姿。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每天自我修复和重建的重要时段。如果我们能善用这1/3的人生，把每一晚都睡对了姿势，那么白天醒来时就会收获满满的活力与年轻。当然，刚开始改正睡姿习惯时，你可能会有些不适应，但当你渐渐习惯了正确的睡姿，早晨醒来一定会感谢昨晚那个懂得好好睡觉的自己。祝你每一夜都睡得舒坦，睡出年轻健康。